今天来分享的一个案子呢，是我们最近刚收到的一个 PFL 的同居结婚担保的申请。这个客户呢已经选择主动撤案了，就是他收到了一个Procedure Fairness Letter 预拘信，就在4月份的时候呢，IRCC 给他发了一个沟通的信件，主要讲的呢就是因为申请人他没有和他的配偶一起住在加拿大，现在，所以呢，IRCC 认为他不符合Spouse Common Law Partner in Canada Class，因此上呢，就是说不能批他的 PR 申请。还有一点，这个其实是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案子呢是2023年就已经交了，然后呢，刚开始呢，申请人是住在加拿大的，当时呢，IRCC 也审批通过了他的 eligibility，但是呢，因为申请拖了很久，申请人自己由于一些个人原因，包括家庭原因呢，他没有办法继续在加拿大住，暂时的，所以呢，他就先离开了加拿大，就是说他现在没有在加拿大境内，因此上呢，就是在23年，哪怕已经通过了 eligibility 以后呢，LCC 呢，again 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它可以再 reopen 你的申请，在配偶担保里会经常发生，就是哪怕前面他说你已经通过了 eligibility 后面呢有可能会再重新回来审一遍。所以呢，现在审的问题呢，或者是说现在需要让他解决的问题，就是因为IRPR 上面的124条例要求呢，如果想要申请 Spouse Common Law Partner in Canada Class 呢，他就必须和他的配偶共同居住在加拿大。这个呢是符合这个移民 class 的要求，也就是说满足这个 eligibility 的要求。但是因为一些很现实的原因，申请人是完全没有办法，暂时回来加拿大，或者是说去说服 IRCC，或者是说去能够足够多有信心向 IRCC 证明自己能够短期内或者是有计划近期回加拿大。因此上呢，客户选择了主动撤销申请。那今天主要想和大家聊的一个点呢，就是基于这个案子呢，我觉得可能需要详细的展开讲一讲配偶同居的这个 PR 申请里边呢，它其实是有2个不同的 class 的。这个是很细节的一个因素，包括在申请人准备PR 申请的时候呢，IRCC 的这个文件清单就是 checklist 里边呢，也会让申请人去选他要选哪个 class 的申请这可能有点小看不清 class of application。OK，就是说其实呢，在申请同居配偶担保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选择申请 family class，也可以选择 spouse or common law partner in Canada class，就是说这2个通道呢，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呢，你也可以选择其中一个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比如说申请人现在居住在加拿大，但是呢他选择通过 family class 来申请，那很多学生会问，这个区别在哪里？我们回到就是 IRPR 的，就是移民法规的文档里面呢，对于 family class 就是家庭团聚类呢，它其实是细分了2个板块的。第一个板块呢就是 family class，就是FC 我们简写；另外一个板块呢就是 spouse common law partner in Canada，SCLC 吧，Spouse Common Law in Canada。OK，如果申请人在境内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他在加拿大居住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有选项的，他可以选择申请 Family Class，或者选择申请 Spouse Common Law Partner in Canada Class，就是 SPCL in Canada。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当申请人选择申请 SPCL 的时候，就是 in Canada Class 的时候呢，这个资质要求里面是很明确的写明了，就是说这个申请人 PR 申请人就是 Foreign National，他是和他的担保人 sponsor，就是有加拿大身份的那个人共同居住在加拿大的。OK， 最后这个很重要的 in Canada。OK，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那很多人会问 ，OK 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？为什么那么大区别呢？其实一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审批时间吧。当然还有一个工签的情况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讲工签，主要因为我们就讨论这个 PR 申请2个 class，所以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审批时间。目前呢这是2025年5月份 ，OK，2025年5月份，如果申请人选择是in Canada class， 它的审批时间呢是30个月。OK，30个月就是2年24个月，那就是说这要2年多。实际上，我们遇到的审批单子呢，确实是已经超过1年了。对于加拿大境内的配偶担保或者同居担保，那如果是境外的呢，就是 living outside Canada 这种呢，它的审批时间呢，其实反倒会短一点。目前呢，只需要10个月时间。
因此上呢，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，就是说，在你不管是 DIY 或者是找代理去申请同居配偶担保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你怎么选哪个 class，就是我们站在申请人的角度，申请人就是没有加拿大身份的这个 PR 申请人他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是居住在加拿大境内的，而且你有合法身份，你和你的配偶呢是住在一个共同的地址的，你可以选择申请 Spouse Common Law in Canada class。但是呢，前提条件是呢，你能够确认你长期会居住在加拿大。嗯，因为结合上面说的审批时间已经超过24个月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要确保自己能够长期在加拿大住呢，你可以选择这个 class。那如果你不想选这 class 呢，或者说你认为你虽然现在住在加拿大境内，但是呢，你并不打算长期住在加拿大，你就可以选择申请 family class。OK，另外一个情况呢，就比如说他们是在加拿大境外结婚的，比如说在什么日本或者是中国啊，或者是其他国家结婚的，那这个申请人呢本身他就没有在加拿大住，那你就只能申请 family class。OK，就假如说你现在住境外，那就只能申请 family class，直接叫 PR 申请的话，另外 family class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，如果你的申请被 refuse 以后呢，是可以直接就是可以做 appeal 的，就是family class 是有 appeal right，但是 spouse common law partner in Canada 呢是没有 appeal right 的，也就是申诉的权利。OK，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